2015年的6月1日，一个略显孤僻的网瘾少年发布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游戏测评，仅仅是简单的一句“非常好玩的游戏”。如今10年已经过去了，10年前喜欢的女孩，如今人在何方？10年前想好的目标，如今是否实现？但在10年前成都的某个角落里，有个略显孤僻的无聊少年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在某个下午坐在电脑前玩着一款叫做《街头霸王4》的角色对打游戏。就这样，这位少年开启了他的街霸人生。这一次我将借着这位15岁少年的故事出发，简述街霸这10年在国内发展过程中的些许碎片，用他的视角来解答一下这个风靡全球后衰落的经典，成为了老年人专属的电子竞技后又是如何焕发第二春的，并在故事的最后分享这位付出了10年青春与热血的少年为此而做的纪念。街霸4时代算得上是格斗游戏社群略微回暖的阶段。在此之前，因为街霸3遭遇了各种的生不逢时，但好在街霸4之后频繁的赛事举办，加上难度下降和游戏性丰富的因素，又让众多玩家纷纷回坑街霸。不过少年入坑街霸4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末期，就是推出终极版的1年后，也是通过高手的直播间找到了组织，开始和这帮老大哥们交流学习。是的，他或许就是那个 QQ 群里年纪最小的玩家。当时的玩家社群，哪怕是国际赛事，你能见到小于20岁的玩家都屈指可数。可能因为都是年纪大的叔叔们。对比现在的网络环境，那个时候的街霸群真就聊街霸，每天都有人分享自己的心得，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寻求高手的角色对策。如果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一般都是直接开枪，赢了的人才有话语权。所以那个时候，要么装萌新，输了没负担，要么就开枪，实力至上。然而真正的萌新，也就是这位少年，就是在这样的玩家氛围中逐渐开始着迷起这款游戏。不过时间没来得及流逝，就在少年刚买到正版玩了没几个月的时间里，很快他将迎来一次线下面对面和全球各路高手见面交流的机会。15年的10月假期打响了 CPT 成都站的积分赛序幕。少年深知自己在国内的优势，他决定当一次艺人。一身蓝白校服，一个迷彩书包，里面装的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摇杆拳霸 Q4 2合1，势必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虽然他这半年每天放学回家都苦练沙一龙的民工连，但无一例外的还是一轮游啦。不过这一次身披蓝白战袍的他，确实遇见了一个契机，也将在1年后加入成都 CPT 主办方的组织，成为悬浮工厂的一员。街霸4还没玩过瘾的少年，很快就迎来了街霸5的诞生。不过初版的5代因简陋的 UI 和缺乏深度的系统，使得它看起来怎么都是个半成品。还有5代糟糕的服务器问题，可以说是给了逐渐回暖的街霸群体当头一棒。不过好在官方赛事依旧不断，对比网作，系统的简化和画质的升级，还是让更多玩家又尝试起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游戏。16年由杰娃带队的成都另一个组织方风猴游戏举办了这一年的积分赛。对比以往不同的是，这时已经开始有更年轻的玩家加入了战场，并且在人均摇杆的玩家群体中杀出了一些使用手柄的高手。对比往届在会议室和网吧举办的赛事，这次的比赛来到了稍微更大一点的商场。尽管少年依旧稳定发挥的一轮游，但我感觉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国内街霸社群似乎开始返老还童了。要知道，新玩家入坑的街霸想要和老 S 们打得有来有回，似乎是有点望尘莫及的。不过那时候正是直播飞速发展的那几年，线上的新手赛逐渐成为了更多新玩家们交流的渠道，也让更多年轻人通过热门的平台认识了这款游戏。如家杯也是其中之一。第一届如家杯是少年自己群聊里的比赛。好在有好朋友的赞助，整个过程充满激情、快乐与下饭的操作，而且参赛的玩家中平均年龄也就20有余，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像那个时期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线上组织的比赛，似乎街霸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我们把视角回到线下，也就是17年开始，成都的积分赛不再是由少年加入的悬浮工厂或者街霸组建的风猴游戏举办了，而是来自北京的一家公司在成都举办的降龙 CPT。听闻那个时候开始，卡普空开始向举办方涨价了授权费，在国内举办比赛本身就不怎么赚钱，人力物力算下来，即使一场比赛直播零失误拿到平台全额签约费或者其他赞助，也赚不到几个。自这次降龙 CPT 之后，成都的格斗游戏环境从以往每年都会搞点大事情，变成小群体的派对，渐渐的，悬浮工厂和风猴游戏逐渐淡出了声音。
也是在这个时期，少年逐渐脱离了线下，除了线上发录像、刷存在感以外，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个人生活当中。或许因为这个授权费相关的问题，除了稳定发挥的卡普空上海巡回赛以外，其他线下组织的比赛似乎都难以再度把规模做大起来。线上比赛变得越来越多，但线下赛事却越来越少。不过好的是，自此之后的国内只要有线下赛事举办，无论是规模和观感都变得愈加专业。而且之后的钢头娃赛事算是为国内格斗游戏环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样，这几年区间，有如游天堂、菠萝电竞、魔都100等其他城市也在努力为国内格斗游戏做出贡献。但少年没去过他们的城市看看，所以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补充。而关于成都本地的悬浮工厂和封侯游戏，他们的故事由于篇幅所限，后面可以考虑单出一期，或者在我的直播间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线如果停止在此刻，我们回望少年刚入坑那年和现在对比起来，线下的国内赛事尽管观影体验变得越来越好，但碍于不可抗力，逐年举办的数量也在减少。街霸逐渐专业电竞化的同时，也少了一些街机游戏原有的民间味道。好在街霸5活在一个互联网逐渐发达的时期，通过线上认识到这款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尝试起这个活化石。要是还活在封闭信息的时代，估计街霸5杀死整个系列也不是不可能的。小野义德离职后，由他的小弟松本修平继承遗志，不断尝试补救街霸5这款游戏。每年照例更新6名角色的同时，经常有各种联动和节日皮肤登场。到了末期，也算是稳住了玩家群体。所以目前来看，街霸在国内似乎比过去街霸4时代变得更加鲜活了，对吧？实际上，在街霸6发售之前，我认为都是一个小圈子的自嗨罢了。街霸6提取了以往作品的精华，改进了过去观众视角出发的节奏诟病。游戏内的交互彻底脱离了老街机的社交困局，单出的游历模式让新人了解到世界观的同时，又能一边学习一边感受系统。还有现代模式的诞生和 Hitbox 的流行，也让许多格斗苦手也有机会品尝这款游戏的魅力。开服后，国内众多大主播纷纷游玩体验街霸6，在大司马、女流等人气主播的推波助澜之下，成功破圈。如今又有钢头娃等其他组织的大赛持续发力。现在的国内，不少小城市和各大高校都有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质的小规模比赛，还有我们国内许多年轻的国手都纷纷站在了国际舞台，这是放以前都难以想象的。过去你和身边的人提起格斗游戏，他们大部分脱口而出的名字会是童年时期的拳皇风云再起，而现在即便他们没有玩过格斗游戏，或许也能知道你正在玩的游戏叫做街头霸王6。少年作为社群中的一员，尽管水平一直不在线，但怎么也是和街霸相互陪伴了10年。借此，在第10个年头制作一份礼物，纪念他的青春。电脑是他爱不释手的玩具，也是他的生产力工具，每年都喜欢给他的宝贝添砖加瓦。这次少年就准备搞个大的，叫来了自己的朋友，把自己搞来的海景房机箱、5070显卡和内存条通通 UV 打印一份，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主题电脑。筹备了1个月的时间，自己设计图案，租下2天的影棚，找到一个当地可以 UV 打印的公司，要让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知道，今天就是少年自己的街霸10周年。不过毕竟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加上自己的钱包有限，尽管成品有些许遗憾，就像我的板 U 没钱换成白的，还有 UV 打印的过程中像素和尺寸的把控失误，都让成品显得不够完美。但是还有好朋友的陪伴，顺利的把机箱、显卡、内存都打印了出来。整个过程我们自掏腰包，自己策划、制片、拍摄，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朋友带给我的力量，也让我更加难以忘怀这10年。这10年来，从来没有把大家叫做粉丝，而大家都是我的水友，是一路陪伴这个孤僻少年的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的街霸6春丽主题的海景房电脑秃头10周年礼物的成品展示吧。